注意看，这个女孩正在床上不停地抽搐，下一秒整个头颅和身体彻底分离。这就是2023泰国最新恐怖片《骆头狮之吻2》震撼来袭。据说在泰国有一种飞头女鬼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会化身女妖克拉苏到森林觅食，而她的食物却是动物的内脏。可女孩第二天醒来，根本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。原来女孩从一出生就遗传了母亲的诅咒，母亲死后父女俩相依为命，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。这天父亲刚做好晚饭，屋内的灯光突然闪烁起来，父亲预感不妙，赶紧向楼上跑去，结果从门缝看到恐怖的一幕：小美整个人漂浮在半空，身体不停地颤抖，仿佛被恶魔附身一样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。父亲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能默默地关上房门，等恐怖的事情结束后，女儿也恢复了正常。为了阻止女儿化身恶魔，这些年一直用神父的特效药进行压制，出现这种情况说明药效明显减弱。第二天，父亲带小美找到奥丁神父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后，一脸凝重地告诉他，小美的唾液具有传染性，一定防止她和其他人接触。之前的草本精华已无法压制恶魔，现在他们必须添加一种有效成分，希望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小美这边在教堂闲逛时，无意间发现一个小男孩，他叫小帅，是神父的养子，天生患有白化病，因此成为别人眼中的怪胎，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朋友。就这样，两个天生怪异的人在命运的安排下成了最好的朋友。这天，两人正在树林聊天，一只受伤的白鸽突然掉在眼前。就当小帅上前施救时，几个小男孩突然出现，将其暴揍了一顿。看着朋友被欺负，小美体内的恶魔瞬间爆发，一招河东狮吼将死了小孩。恐怖的一面暴露后，小美赶紧离开了现场。小帅回到医务室，哥哥帮他简单处理了伤口，无意间发现小帅居然拥有治愈的超能力，哥哥简直不敢相信，毫不犹豫划破自己的手掌，在小帅一番骚操作后，伤口瞬间愈合。不过这个能力也有弊端，在治愈别人的同时也会被魔力反噬，哥哥劝他要保守这个秘密，以免被别人当成实验的小白鼠。第二天，哥哥因为要去英国留学，只能和小帅离开一段时间，同时小美这边也要和父亲返回老家。离开前，把他自己最喜欢的口琴送给小帅留作纪念。转眼间来到12年后，小美已经长大成人，变成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，在药剂的控制下，病情也稳定了许多。可命运总是残酷的，在月黑风高的这天晚上，小美的头颅再次脱离身体，不断在森林里游走，四处寻找猎物，最终袭击了一只熟睡的野猪。第二天醒来，满屋全是血迹，小美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，知道自己昨晚又发生了变异。父亲看到后更是大惊失色，立刻带女儿前往教堂寻找奥丁神父。此时当地人在树林发现了那些被掏空内脏的动物尸体后，认为相传已久的飞头女鬼真的存在。一个美国收藏家得到此消息后变得极为兴奋，认为他们只要将其抓住就能一夜成名。随后在一名猎人的推荐下，他们找到当地最有名气的雇佣兵丧彪。可丧彪和我一样，对钱根本不感兴趣，想将小美占为己有。原来他也不是普通人，几年前雇佣兵小队在森林执行任务时被吸血鬼残忍杀害，丧彪侥幸活了下来，但他却感染了皮痂型病毒，变异后会疯狂的吸食血肉，每次在儿子面前发作时都独自忍受着极大的痛苦，只有吃掉飞头女鬼的心脏才能彻底治愈。神父这边决定用克拉苏草研发强力药水，研制期间让小美暂时住了下来。情窦初开的两人再次相遇后，逐渐碰撞出爱情的火花。田野的小径上，一辆破旧自行车驮着两人窃窃喜悦的心情，度过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夜晚两人一起放飞孔明灯，留下永恒且珍贵的感情印记。虽然初恋终究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旅行，但他起码给彼此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。回家的路上，小帅不想看着小美被痛苦折磨，尝试用自己的神力来治愈小美，结果不但没成功，还激发了他体内的恶魔。从那以后，小美发作的次数越来越多，神父的药剂也没了作用。村子里不断出现大量的动物尸体，为了安全起见，父亲只好带小美返回老家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小美的病情再次发作，伴随着灯光的闪烁，小美在床上痛苦的挣扎，父亲躲在门外不敢出声。下一秒竟看到恐怖的一幕，小美挣扎后整个身体漂浮在半空，从脖子里钻出2根触角，随后整个头颅彻底与身体分离，再次化身成飞头女妖克拉苏。父亲看着眼前的猎枪，内心极度崩溃，只能死死地顶住房门。第二天，父亲帮小美处理那些带血的衣物时，神父带着最新研制的药剂找了过来。没想到小美体内的恶魔已经变得无比强大，开始在她清醒的时候发生变异。就在几人不知所措时，小帅不顾一切冲到小美面前。可此时的小美根本没有意识，直接用触角缠住小帅的脖子。小帅强忍巨大的痛苦，居然用强大的治愈力让小美逐渐恢复了原样。小帅被魔力反噬也晕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丧彪通过那些动物尸体，很快查到小美家附近。晚上休息时，病情再次发作，将收藏家安排的2名眼线残忍杀害。神父得知小帅的神力后，终于向哥哥说出小美的病情。原来女妖克拉苏就是一种寄生虫，主要以女性的身体作为宿主，通过唾液就可以传
传播。小美的父亲年轻时从情人身上感染了飞头鬼的病毒，然后又将它传染给小美的母亲，所以小美从一出生就成了恶魔的宿主。之前研究的药物只是加了一些镇定剂，只能暂时压制，根本达不到治疗效果。现在他决定用小帅进行研发，将病毒注入到他体内后，等小帅再次康复产生抗体，就可以从他的血液中提取到疫苗。经过749天的努力后，神父终于拿到神力药水。就当他准备为小美注射时，异变的丧彪突然出现在身后，神父一眼看出他体内感染了皮痂型病毒，想趁机将疫苗注入他体内，结果被丧失理智的怪兽残忍杀害。听到惨叫声，爸爸赶紧取下猎枪，做好战斗准备。可变异后的丧彪速度敏捷，子弹根本伤不到他。还好小哥及时出现，将最新药物注射到怪兽体内，帮他们争取到逃跑时间。几人驾车逃离后，怪兽很快追了过来，速度不但比之前更加敏捷，还长出一对可滑行的翅膀。在怪兽的不断撞击下，汽车撞上了大树。几人丢下晕迷的哥哥，拖着小美向树林跑去。看着虚弱的女儿，父亲让小帅带他向附近的军营跑去，自己在脸上涂满小美的鲜血，向反方向跑去，吸引怪兽的注意。怪兽听到枪声，很快就追了过来，一招乌鸦坐飞机将男人摁倒在地。小美得知爸爸有危险后，身体开始发生异变。小帅看着恐怖的一幕也不知所措。很快小美的头颅就离开了身体，好在他利用强大的意念恢复了一丝理智。深情看了小帅一眼，转头向爸爸跑去。看着遍体鳞伤的父亲，小美感到无比心痛。可没等两人深情告别，怪兽一把从身后取下他的心脏。看到父亲被怪兽杀死，小美彻底爆发，和怪兽厮打在一起。想利用尖牙将怪兽活活咬死，但毕竟只是一个头颅，被怪兽当球扔来扔去。小美不惧艰难，一次次的发起进攻，可她明显不是怪兽的对手，几个回合就被对方骑在当下，一把扯断了兔须。小美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身体变得极为虚弱，瞬间没了战斗力，被怪兽一把抓住了心脏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小帅终于跑过来。为了拯救自己的女人，小帅强忍剧痛，用自己的神力来治愈怪兽。随着黑色血液的蔓延，小帅的身体逐渐被病毒吞噬。很快，变异的丧彪就恢复了一丝理智。小美看着倒在血泊中的父亲，果断用触手刺穿对方的脖子。丧彪倒地后逐渐恢复原样，脑海中闪现出和家人在一起的幸福场景。小帅被黑暗力量吞噬后也遭到重创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小美面前，将头颅放回到她的身体。小美清醒过来后，将奄奄一息的小帅抱在怀里，和他做了最后的道别。此时小帅的头发也变成了黑色，劝他一定要鼓起勇气面对新的生活。电影最后，小美找到新的生存法则，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都会在森林里自由穿梭。看完电影后，我总是幻想出另一种结局。小帅经过痛苦的挣扎后，转换了所有病毒，用自己的血液将小美彻底治愈，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，两个相爱的人永远的生活在一起。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，夜色慢慢摊开，露出星光点点。我听着耳机中记的音乐，总等你下课到手写的从前。哪怕清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，着迷你眉间柔情似海的双眼，心中相逢来不知不觉，此刻是结局，叫你的出现。